喂？什么？流动的盛景，安奈达对帆布鞋的全新解读，圣洛朗银奖设计师主笔奉献，一场国潮革命即将开启。你不是说这个设计是为我们腾越设计的吗？怎么这跑到安奈达去了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个新款不是答应跟我们腾越作为我们的新款吗？怎么又跑到安奈达去了？你看。哦，那合着我们之前那些辛苦努力都白费了，都陪着你一个人玩啊，是不是？厂长的担忧呀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安奈达把这个设计了，我们就没有新款鞋了。你现在设计来不及啊！就算有新的设计，也没那个得奖的好啊！啊，到最后还不是歇菜？好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说什么都于事无补。江湖，我预估了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，唯独没有把安奈达的市场反应速度和供应链反应速度预估进去。他们真的太快了，不愧是行业的龙头企业。呦，你这在替他们说话是不是？他们可是答应要把那个设计稿卖给你了，你脑袋有问题你。是我的失误，我以为安奈达不会重视帆布鞋产品，所以和唐亚谈完之后，没有立刻和他签订合同。谁的电话？别在那边逼的，这烦人！接。喂，朝阳大人唯一获奖的设计，流动的盛景，安纳达帆布鞋第1季的限定款，经销商那边一直在加单。上春雅集和腾越把市场预热得非常好，这一点我很感谢他们。江湖真不愧是江老董的女儿。他们的发布会过去还不到1个星期，我没想到你们的供应链反应速度会这么快。梅总，你在我们安纳达做了这么久的尽调，对中国制鞋行业标准化程度和生产线速度还不习惯啊？是，因为帆布鞋不是你们的主打产品，所以我没想到你们会在这个阶段，在这个品类上发力。虽然我们一直着力研究适合国人的跑步鞋，但也绝不会放过市场给我们的任何一个增量机会。我们想并购的最终目的也是这个。江湖做的这个事件营销提醒了我们，要抓住流量网红的红利，没有把向朝阳留在安奈达，确实是个失误。唐总，向朝阳来了，已经在会客室等了半个小时了。你去回复他吧。好。唐总呢？唐总没空。其实该说的呢，人事部应该已经通知你了。你放心，这次给你结算的奖金不会因为你已经离职打任何折扣。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腾越这回啊算是棘手了，好不容易招聘到位的设计师，结果他最有名的设计用不上。
还是让他们想想策略吧。我是真没想到万琪会做的那么绝，竟然在我怀孕的时候搬出托马斯来压我，逼我签优先退股协议。当初一起创业的时候，从开发到运营，我也是付出了我的全部心血啊。那现在范约刚走上正轨，他们都干起了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的事儿。谢谢。你们之间的矛盾呢，我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没什么发言的权利。不过你在孕期被辞退也是不争的事实，我会替你向万琪争取最大的赔偿。徐总，你也建议我让步退出吗？可是范约是我们3个人一起做的呀，那我跟他们一起创业的这3年都是在浪费时间吗？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一个无法持续发展的事业上，难道不也是一种浪费吗？这段时间，范约因为你们之间的相互扯皮，业绩下滑很严重。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不希望看到的吧？那这怪我吗？这天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。尽快止损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我听说你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在于，你主张在范约大力孵化母婴产品推荐频道，而范约覆盖的是生活服务娱乐板块。你的这个决策确实有点不太明智呀。不过呢，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的项目，母婴产业潜力巨大。我听说你在这方面的渠道资源也相当丰富，而且以你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身份，也非常适合这类项目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把项目案给我看看。徐总，您对我的新项目有兴趣？我希望我投资的创始人都能共赢。当然了，我也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好的项目。戏听够了？我还以为你专门叫我过来围观旷世虐恋情感大戏。你的脑内小剧场就不能对我友好一点吗？那得取决于男主在我这个定位。谁让你有一个喜欢投资前女友的人设呢？孕妇找上门，我很难不想歪哎。你就不能把我想得高尚一点吗？比如支持和鼓励女性创业者的投资人。从上春雅集到刚才的范约，你都在劝女性创业者退出。有的时候不是光靠进攻就能取得胜利的，有种策略叫做以退为进。愿闻其详。不要把精力耗费在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纠纷上。越过障碍，你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。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呢，又是这些鸡汤。来，喝吧。林师傅可是炖了足足3个小时，可别再嫌弃什么优质嘌呤了。还不错。你看，这就是因为我放弃追究杨戬的责任，所以才换回来了这段时间的晚餐。你还来劲了你？我看你声势好利落了是不是？和你抬杠最终都是气死我自己。我还能把你气到？看来那个障碍也不算什么障碍。都知道了。安奈达抢先发布了流动的申请，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？那是向朝阳在安奈达任职期间的设计，你就不应该动这套设计的脑筋。你的马后炮说得很对，
我原本的确是动了那套设计的脑筋，反正现在人已经在我这儿了，新的设计是早晚的事儿。需要我再给你一点时间？哎，千万别！你现在对我的任何一点点放水，都会让我心存不安的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影响力已经这么深了呀！喂，江湖，我们聊聊。最近厂里生产挺紧的，走不开。就是找你聊生产。行吧。我有点事儿，得先走。汤你趁热喝，瓶子我下次过来拿。走了。江湖，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。你还没吃晚餐，和人谈事，别忘了填饱肚子哦。知道了。你约我来这儿，太和我见晚了。喝什么？你好，咖啡。这点喝咖啡，对身体不好。来个牛桃汁吧。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我听说你最近在研发腾越的新产品。是啊，跟以前一样，代加工和腾越线并行，在厂里也不冲突。不冲突，那肯定是好事情。你是不是不太了解腾越以前的定位？我挺了解的呀，所以我更加知道腾越现在需要高一档的定位。这可不是你爸之前说的定位啊。张文善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，别在这绕弯子了。我认可江叔叔的市场经验，他做的判断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所以嘛，腾越还是走低端更好一点。如果我不希望呢？那咱们的产品太相似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自由骑的情况？自由骑，现在的自由骑应该是你要考虑的吧？那要对自由骑公平的话，我得停止你们的代加工订单。没有商量余地了吗？除非你可以。好，腾越可以不做自由骑的代加工订单。啊？我不会放弃腾越的新定位和新产品。江湖，你要考虑清楚。张文善，人不能什么好处都占尽了，我不能，你也不能。我考虑得很清楚，就这样吧。
们开一个产品讨论会吧，我会提交我的新设计。好。新腾越的第一款鞋，我希望它是最好的，要舒适，要3年不过时。所以，我设计的新款在基本架构上面，是为了让腾越的历史和 DNA 回归。腾越的长销款是编号胜利一跃而为款，设计精简有力，在结构上我也做了一些修改，但重点是材料和工艺上的提升，用新的概念重新包装腾越的老款。哎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你说，这个鞋面要用加厚的新西兰的羊毛面料，是为了提升耐穿度和回弹性。这鞋垫为什么要用添加天然的蓖麻油、羊毛织物？吸湿、排汗、除异味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买一个防臭防汗设计的专利，用在鞋垫上。哦，还有，为什么100微米超薄防泼水透气涂层？哎呦，这透气涂层呢，可以加在羊毛鞋面和鞋内面之间。你有没有算过，这成本要多少？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样算下来呀，这一双鞋的成本不低呀，要保证80%的毛利，你这双鞋呀，起码定价要在500以上，甚至还要高。太贵了，得600，太高了，太贵了。这是双什么样的鞋啊？我要的鞋子也是好的、舒适的，3年不过时。但是它的定价必须要在200元之内。定价599的鞋子，它的目标客群不是腾越一直服务和将要拓展的客群。200元的鞋是会被穿得烂大街的鞋，所以我需要你做出好的、舒适的、3年不过时，但是同时不会烂大街的鞋子。而我的任务，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销完。江湖，你这么做太速食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腾越的帆布鞋，不是安耐达的跑步鞋，而且安耐达的帆布鞋定价也不过179。赵阳，哎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咱们请的是一个设计师，还是请了一个姑奶奶？这么大的脾气啊！没关系，他不干就把他给开了啊！再找个新的啊，找个听话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，设计的事情咱们回头再说，谢谢大家。